这种树叶红的时间特别长，在四季生长中会随着气温的变化，由浅红转为深紫色。红花积木不仅树叶由此惊艳，开花时花苞里含有4朵小花瓣，据说花展开时呈现4个红色的丝带，因而专门造就了这个字“荠”。这个红花积木是4年前在拆迁的废墟中发现的，主干严重腐烂，树根也所剩无几，仅留下了不足5公分宽的藤或皮层。红花积木受病虫害侵蚀后，容易造成枝干局部枯萎，时间稍长就会像这个树桩一样产生腐烂。树桩出现腐烂是由霉菌导致的，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刷石榴合剂。这个树桩当年挖回来时，把腐烂的部分彻底清除干净，刷了几次石榴合剂，才使仅存的皮层保留下来。在盆景的造型中，对一些树种主干出现腐烂并非是一件坏事，关键是把握好烂的尺度。像这个树桩，该烂的地方烂没了，留下的都是精华。盆景种养中出现枝干腐烂与烂根有直接的关系。像这个树桩，树根烂掉之后，供氧不足，使树桩的抗性减弱，从而诱发了病虫害。盆景种养遇到这种情况，把盆土整体提出来，剪掉烂根，底部铺上粗颗粒土，重新育根，就这么简单。别动不动就换土，甚至还掺入营养土。换土会加重对盆景的伤害，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糟。枯干树桩配上浅盆，更能突出枯干盆景苍劲挺拔。这个红花积木除了是原生桩，主干及粗枝并无太多的特色，在造型上只能从枯干树桩枯荣相济这一特点调整定型。树桩的枯干部分是定型的重点，顺势而为，利用现有的粗枝去诠释枯木逢春的意境。浅盆种养不要担心会影响树桩的生长，也不必担心它会缺水。浅盆种养盆土的透气性好，根系生长快，只是换盆的周期稍微短一点。像这个红花积木，2年左右要换次盆。相比换盆，用浅盆种养能获得更好的表现力，还是值得的。3盆中特意对树根做的提升，将粗壮的树根露出来。对树桩定型，不能只注意到枝干的表现，万不可忽略根系的存在。盆景的古朴雅致是提出来的，提什么？指的就是提根。枯干盆景的造型重在枯的表现和枯干与枝繁叶茂的对比，枯与荣所形成适当的反差，才能恰如其分地呈现枯木逢春的意蕴。简单的理解，枝繁叶茂的表现要有度，枝干太过繁茂会冲淡枯木的表现，粗枝不在多，而在粗枝的精炼。红花积木的萌发能力强，枝盘主要是通过续剪成型，有过渡的枝干会更自然，与枯干才能形成和谐的整体造型。高位出枝是高干盆景比较理想的造型方式，造型简洁而意境表达明确。这个枝就是刻意蓄养的，把它做成一个下跌的趋势，弥补枯干部分无法出枝所形成的空虚。简洁的高干出枝一般在主干上端1/3处，这个红花积木的出枝集中在这个点。对不同方向的出枝都会按单枝成景蓄养成型，像这个枝做成顶枝，这个向后的出枝角度有点上扬，开一条浅槽，把枝掉了下来，形成一个交错分布的出枝状态。枯干盆景在造型中最难处理的应该不是对出枝的取舍和整形，而是对枯干部分成型中的制作。枯干也是有生命力的，在盆景的制作中，只是它的表现方式、制作方法与枝繁叶茂的出枝不一样。
枯干的成型主要是自然红化、人工雕琢。这是当初做的处理，刷了石榴合剂，枯干已经碳化。红花芥末碳化后，木质会变得比较坚硬，水线也逐渐显露出来。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不理想，想加工拿不定主意，很想听听老铁们的意见。对枯干盆景每年都要进行打理，秋末初春要对枯干刷2遍石榴合剂，树干的重合部分也要刷。盆景产生枯干，大部分是因病虫害对皮层下的侵蚀，造成皮层与木质部分的分离。像红花芥末、黄杨产生枯干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对粗枝定好位，再进行缩减。红花芥末可以一次性将枝条修剪到位，抹上愈合剂可加快出芽。红花芥末顶端生长优势十分明显，缩减后对粗枝要进行控养，重点是对蝶枝进行培育。枝条下跌改变了生长方向，成型的速度会变得十分缓慢。像这个枝条的培育，要使它基本成型，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。红花芥末在3至9月修剪后发出的新芽都会这样红，一枯一荣，一枝一叶，使人感悟到的意境很难用语言去表达。这就是红花芥末枯干盆景的魅力。红花芥末适应性很强，用微酸性的土壤种，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只要不产生积水，浇水可以放任，不能施农肥。尤其在夏季高温，红花芥末会有短暂的休眠，遇肥水会产生伤害。我是山泉浓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